我在这家汽修厂当了8年大师傅，老客户只认我的手艺。老板为了省钱，想把我的提成砍掉一半，还想让我把徒弟教会了就开除我。现在的车都是电脑检测，没你这老师傅，地球照样转。我冷笑一声，脱掉油腻的工作服，转头就走。没过3天，厂里停满了修不好的好车，老板对着电脑屏幕急得冒火，怎么调参数都不对，发动机还是我这车几百万，你们弄不好就赔钱。兄弟，这故障码到底怎么清？你教教我，我给你发红包。我正躺在自家的店里吹空调，随手挂断了请求。求我也没用，你在我这儿的信用已经报废了。林峰，下个月起，你的提成降到10%，剩下的40%花给陈宇。陈宇站在他身后，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嘴角挂着一抹毫不掩饰的讥讽。我手里还拿着一把沾满黑油的扭力扳手，刚从一辆保时捷的底盘下钻出来。赵总，我没听错吧？我在这厂里干了8年，从你只有一个破门面干到现在的大厂房，那些开迈巴赫、保时捷的老板，哪一个不是冲着我林峰的手艺来的？你现在一句话砍掉我大半的提成，给一个连机油尺都不会看的应届生。厂子要发展，就得注入新鲜血液。陈宇可是海归的高材生，懂电脑，懂 OBD 接口，懂底层数据量。林师傅，你的底层逻辑就不对。现在是 AI 时代，大数据诊断才是王道。你那种靠耳朵听、靠手摸的经验主义，说白了就是土法炼钢，早晚被算法淘汰。他扬了扬手里的平板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密密麻麻的彩色曲线。我只需要插上诊断仪，3分钟就能跑出全车的健康报告，这就是降维打击。降维打击！上个月那辆路虎极光，电脑报的是扬传感器故障，你换了3个原厂件，故障码清了又亮，最后是谁半夜爬起来，凭手感摸出是进气隔管有一道头发丝细的裂缝？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厂里现在要推行标准化作业流程。林峰，你这几天把你的那些修车经验全部写成 SOP 文档，一字不落的交给陈宇，教会了他，你以后就挂个技术顾问的虚职，不用下车间了，每个月拿3000块底薪养老。我死死盯着赵大强那张油光满面的脸，心里一阵发寒。8年，老婆生孩子都不在。我咬着牙，一字一顿地问：如果我不缴呢？想白嫖我的核心技术，然后一脚把我踢开。你如果不干，有的是人干。现在的车都是电脑检测，没你这老师傅，地球照样转。这破厂我不伺候了。赵大强愣了一下：林峰，你吓唬谁呢？你以为你出了这个门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平台？我没有理会他在背后的叫嚣，径直走到属于我的那个铁皮储物柜前，开始收拾我的私人工具。老伙计们，咱们走。保安，把大门给我关上！赵大强气急败坏的声音在车间里回荡。陈宇带着几个刚招来的学徒，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林师傅，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离职需要进行资产盘点。陈宇推了推眼镜，眼神里闪烁着恶毒的光芒。谁知道你有没有把厂里的原厂配件藏在包里带走？毕竟这种底层工人手脚都不太干净。你再说一遍。陈宇被我的眼神吓得退了半步。怎么被戳中痛处想打人？给我搜他的箱子！几个学徒立刻上前，粗暴地夺过我的工具箱，直接将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全倒在了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上。住手！那都是我自己买的，别动！陈宇低头在工具堆里翻找，他眼睛一亮，剔出了一把老旧的、手柄触磨得发亮的扭力扳手。那是当年我刚入行时带我入行的老恩师临终前传给我的，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哟，这什么破铜烂铁，也当宝贝供着？现在的汽修靠的是这台德国进口诊断仪，你这破烂玩意儿早就该进垃圾回收站。我盯着陈宇那只踩在扳手上的皮鞋，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随即又被汹涌的记忆填满。那是14年前的冬天，我第一次踏进师傅的修车铺。那时候我刚从老家出来，在江城的街头转悠了整整3天，连吃饭都成问题。是师傅在铺子门口看到了蹲在墙根啃馒头的我，把我叫进去，给我盛了一碗热腾腾的泡饭，什么都没问，只说了一句：吃完了，愿意留下来学手艺就留下来。师傅姓徐，大家都叫他徐老爷子。他这辈子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远嫁了外省，平日里就一个人守着那个不足200平米的小铺子。铺子里什么车都修，从拖拉机到进口轿车，没有他不敢接的活儿。我跟着他学了整整6年，头3年他不让我碰任何工具，每天的任务只有一件事：听。夏天的车间里，40多度的高温把铁皮屋顶烤得滋滋作响，发动机运转产生的热浪一阵一阵的扑过来，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蹲在发动机旁边，汗珠顺着脸颊滴在滚烫的机油盘上，发出细微的嗤的一声。
师傅坐在一旁的小马扎上，叼着烟斗，眯起眼问我：“清出来没？”“没有。”我如实回答。他就把烟斗往地上一磕，站起来，拿着工具自己去调，调完了再让我听。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直到那次我突然从那片嘈杂的机械轰鸣中听出了一丝细微的不规则的金属摩擦声，像是一根头发丝被夹进了齿轮里。师傅，进气门间隙偏大了，大概0.3毫米左右。师傅愣了一下，随即用塞尺量了量，转过头来看着，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烟斗往嘴里一叼，低下头继续干活。但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从柜子里摸出一瓶存了多年的老白干，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开口道：“小峰，你有这个天分，但天分不是本事，本事是熬出来的。”我把那杯酒一饮而尽，辣得眼泪都出来了。师傅看着我笑，笑的皱纹都挤成了一团，那是我见过他最开心的样子。后来的3年，他才开始教我动手，从最基础的拆装开始，每一个螺丝的扭矩，每一条油路的走向，每一块密封垫的安装方向，他都要求我背得滚瓜烂熟，做得分毫不差。他有一次拿着那把扭力扳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峰，你记住，这行当里差一丝一毫就是人命关天，你手上的功夫关系着坐在那辆车里的人能不能平平安安回到家。”我那时候年轻，觉得师傅说话有些夸张，直到有一天，一辆出了事故的车被拖进来，车主是一对年轻夫妻，女的当场没了，男的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事故原因是刹车失灵，而那辆车就是上个月刚在我手里做过保养。虽然不能说都是我的责任，但因为那夫妻的家人天天来闹，最后师傅也只能搭上所有家底替我赔钱消灾，但他也因此一病不起。所以后面我就来到了赵大强的厂里打工，想着攒点钱，等师傅好点了再帮他把铺子开起来。只可惜这成了奢望，他再也没能走进医院。此时我低头看着那把被陈宇踩在脚下的扳手，手柄上那道深深的划痕像一道伤疤，刺得我眼睛生疼。我想起了师傅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对我的嘱托：“小峰，干咱们这行的靠的不是嘴皮子，是手上的功夫。这把扳手跟了我30年，传给你，别让它蒙羞。”此刻的陈宇还在用他的高档皮鞋碾扳手，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身后那2个保安按着我的肩膀，力道大的像是要卸掉我胳膊。我只感觉眼眶发烫，呼吸变得粗重起来。那团火已经不是从心底烧起来了，而是从骨髓里往外窜。我深吸一口气，猛地将肩膀往下一沉，趁2个保安没反应过来，双臂像弹簧一样弹开。这是当年跟着师傅干活时攒下的力。毕竟修理厂最重的变速箱我一个人能扛上头。2个保安被我甩得踉跄后退，其中一个撞到了工具车，满车的零件哗啦啦散了一地。我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一弯腰捡起地上的扭力扳手，顺势一个箭步冲到陈宇面前。陈宇刚抬起头，脸上的得意还没消散，就看到我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贴到了他眼前。他吓得啊了一声，往后一倒，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往后蹭。我把扳手举过头顶，刚要砸下去，赵大强就在后面尖叫：“林峰，你敢！”听到声音的我冷汗直流，不是被吓到，而是想起了师傅曾经的话：干咱们这行的，手比命重要。这双手能摸出发动机里比头发丝儿还细的裂纹，也能把破碎的气缸壁打磨得比出厂时还光滑。但这双手不能用来伤人，不是打不过，是不能脏了修车人的名声。此刻我看着陈宇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看着他嘴角那丝还没来得及擦掉的血迹，我把扳手缓缓放下来，转身面对赵大强：“赵大强，你今天让我走，咱们好聚好散，但这扳手我必须带走。你要是不让，我今天就是把命搁这儿也在所不惜。”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赵大强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嘴唇哆嗦了2下，终究没敢再让保安动手。他挥了挥手，咬牙切齿地说：“让他滚，带着他那堆破烂滚出我的厂。”我没有再说话，蹲下身，一样一样的把散落在地上的工具捡起来，放回工具箱。千分尺、塞尺、百分表，每一件我都用袖子擦干净了才放进去。这些工具跟着我少则3、5年，多则7、8年，每一件都像我的老伙计。最后，我捡起那把扭力扳手，用袖口仔仔细细地擦去上面的鞋印或泥污，轻轻放进箱子的最上层。陈宇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躲在一个保安身后，指着我骂：“装什么装？离了我们早晚饿死你这土包子！”我没有理会他，拎起工具箱，推开大强汽修的玻璃门，身后传来赵大强的声音：“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从今天起，谁都不许提这个人的名字。”
阳光刺得我眼睛发酸，我没有回头。我带着满身的淤青或泥污回到了家，狭窄的出租屋里，老婆正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艰难地弯腰在水槽边洗碗。看到我这副模样，她吓得赶紧扔下抹布，眼眶瞬间红。峰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出车祸了？我强忍着鼻酸，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桌上放着几张催缴单，下个月的房租，还有老婆即将生产的住院押金，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肩上。我不能倒下，我必须立刻找到新工作。第二天一早，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拿着简历去了江城最大的几家连带维修中心，凭借我8年修豪车的履历，原本这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但我连着跑了3家，对方的人事经理在看到我的名字后，脸色都变得极其古怪，随后便以各种荒唐的理由将我拒之门外。直到我找到了一位以前关系还算不错的同行老李，老李把我拉到店门外，压低声音将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老林啊，不是兄弟不帮你，你看看这个。屏幕上是江城汽修行业的内部微信群，赵大强发了一段经过恶意剪辑的监控视频，视频里只有我一拳打倒陈宇的画面，却没有陈宇踩我师傅遗物的情音。赵大强还在下面配了一段长文，声称我技术老化，因为嫉妒新员工的高学历而暴力伤人，甚至还暗示我手脚不干净，经常偷换客户的原厂件。赵大强现在是行业协会的副会长，他发了话，谁还敢用你？老李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赵大强这是要彻底断了我的活路。我不甘心，拿出手机拨通了以前最信任我的老客户开宾利的王总的电话，我想跟他借笔钱，自己盘个小店面。电话接通了，但里面传来的却是王总冷冰冰的声音：林峰，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我愣住了。王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人家大强汽修的陈总监用德国进口的电脑给我车做了全面体检。王总在电话那头愤怒地咆哮，他说你以前给我换的刹车片根本就不匹配数据流，随时可能刹车失灵，你差点害死我，知不知道？我急切地解释，王总，那是因为您的车改装过轮毂，原厂数据根本不适用，必须靠手工微调参数，只有那样才最安全。够了，人家那是科学数据，你这叫什么？土法炼钢，以后别再联系我了，骗子！电话被无情挂断，只剩下嘟嘟的忙音。随后老李也摇了摇头，开口道：林师傅，不是我不信你，人家赵老板用的都是高科技，你这靠手摸的土办法早就过时了。直到老李离开，我才意识到赵大强不仅剥夺了我的工作，还摧毁了我在这个行业里最引以为傲的信誉。此时的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烈日当空，却感觉如坠冰窟。我坐在路边，把手机翻来覆去的看那个被恶意剪辑的视频，看赵大强在群里发的那段长文，看那些同行们的跟帖评论。有人说，早就看出来林峰这人不对劲，眼神太凶。有人说，手艺再好有什么用？情商这么低，迟早出事。还有人说，赵总这人我了解，厚道，不会无缘无故开除人，肯定是林峰先有问题。最后我把手机屏幕按灭，放进口袋里。说实话，那一刻我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8年，我在那个厂里整整待了8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搭进去。我记得第1年，厂里只有3个修车员，赵大强每天骑着一辆破摩托上下班。那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林峰，跟着我干，以后你就是这个厂的技术总监，咱们一起把厂子做大。我信了他，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提升技术上，把攒下来的钱全买了工具和专业书籍，连老婆生孩子我都没能陪在身边。那天厂里接了一辆宾利的大修，我一个人在车间里干了整整16个小时。等我赶到医院，孩子已经出来了，老婆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眼睛红肿着，什么都没说。那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他的一件事。我以为这些付出赵大强都看在眼里，我以为他是个讲义气的人，但原来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会喘气的工具，用完了就可以扔掉。我从台阶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路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我想起了师傅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他坐在铺子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慢悠悠的。小凤，这世上有2种人，一种人把手艺当饭碗，另一种人把手艺当命根子。前一种人饭碗随时可能被人砸掉，后一种人只要手艺还在，走到哪里都饿不死。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里是洗不掉的机油纹路，虎口处是常年握扳手磨出来的老茧。这双手跟着我20年，赵大强可以封杀我的名声，可以断掉我的路子，但他拿不走我这双手里的功夫。
想到这，我把手机重新掏出来，拨通了老婆的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还有老婆轻声哄孩子的声音。那声音软软的，像一块棉花，把我胸口那团硬邦邦的东西慢慢的化开了一点。峰哥，怎么了？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警觉。他向来敏锐，总能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不对劲。没事儿，我今天辞职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他语气平静的出乎我的意料。那就辞了吧，你早该辞的。我愣了一下，鼻子突然有点酸，握着手机站在路灯下，深吸了一口气。我想自己开店。听闻他没有任何犹豫的开口。好，我支持你。你想好下一步怎么走就行，别担心家里。简单的一句话，让我觉得那些年的委屈和憋屈好像都值了。但我也不再是那个不管不顾的愣头青。眼下最重要的是先让老婆顺利生产，所以我放下了大师傅的尊严，在城中村的边缘找到了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露天补胎铺，给老板打零工。每天从早到晚，我穿着破烂的背心，在混合着尿骚味和橡胶味的烈日下，给那些满载泥沙的农用车补胎。一次10块钱，满手都是洗不掉的黑泥。就在我挥汗如雨的抡着大锤砸轮胎时，一阵刺耳的跑车轰鸣声打破了城中村的宁静。一辆崭新的奔驰大 G 嚣张地停在了补胎铺门口，车轮碾过水坑，溅了我一身的泥点子。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了赵大强那张油腻的脸。副驾驶上坐着推着金丝眼镜的陈宇。哟，这不是我们大强汽修曾经的首席大师傅吗？怎么在这儿抡大锤啊？赵大强夸张地大笑起来，声音引得路过的街坊纷纷侧目。陈宇举起最新款的苹果手机，镜头对准了我满是泥污的脸。林师傅，笑一个，我正在给行业群里直播呢，让大家看看拒绝拥抱 AI 时代的传统手艺人，最后是落得什么下场。我握紧了手里沉重的铁锤，手背上青筋暴起，死死盯着车里的2个人。怎么还想打人？赵大强冷哼一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100元大钞，像扔垃圾一样扔在满是污水的地上。林峰，只要你现在跪下，把我这4个车轮上的泥舔干净，这钱就是你的。你老婆快生了吧？这点钱够买半罐低配奶粉了。巨大的屈辱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文脏，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想要砸碎他车窗的冲动，转身准备继续干活。就在这时，赵大强的手机响，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变得谄媚无比。哎呦，李管家，您好您好，什么首富周董的劳斯莱斯出故障了？赵大强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这可是江城首富的车，搭上这条他这辈子都不。您放心，我们厂有刚从德国回来的陈总监，带着最顶级的诊断设备，保证手到病除。赵大强挂了电话，转头看向我，眼神里满是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嘲弄。林峰，看到没？这才是真正的大业务。你这种修破车的底层，一辈子也摸不到那种顶级豪车的方向盘。随后意气风发地启动车子离开了。可是仅仅过了3天，大强汽修厂内的气氛就压抑得仿佛要滴出水。此时宽敞的 VIP 车间中央，停着一辆尊贵无比的劳斯莱斯幻影。江城首富周董的私人管家李叔正背着手站在车旁，面色阴沉的可怕。陈宇穿着一身洁白的大褂，满头大汗地捧着那台他引以为傲的德国进口诊断仪，屏幕上的数据流疯狂滚，却始终无法锁定具体故障模块。陈总监，这都3个小时了，周董明天还要用这辆车接见重要的外宾，你到底能不能修好？李管家的声音冷得像冰，赵大强在一旁不停地擦，陪着笑脸。李管家您别急，陈宇可是海归精英，这套设备几百万的，肯定能查出病根。陈宇推了推滑落的眼镜，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强行启动了底气。李管家，查出来了，系统显示只是进气压力传感器有一个偶发性的逻辑错误，导致发动机进入了保护模式。陈宇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只要我用电脑强行清除故障码，重置 ECU 参数，车子立刻就能恢复正常。李管家半信半疑地看着，你确定只是传感器的问题，不需要拆机检查？绝对不需要。陈宇满脸自信，直接按下了诊断仪上的一键清楚，并强制启动按钮。嗡！劳斯莱斯的 V12发动机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似乎要苏醒过来。赵大强刚要拍手叫好时，一扁突声，发动机舱内突然传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碎裂巨响，紧接着一股浓烈的黑烟夹杂着刺鼻的焦糊味从引擎盖缝隙中喷涌而出，整个车身剧烈的抖动起来，仿佛一头发疯的野兽，随后彻底死入，只剩下机油滴落在地上的滴答声。车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李管家瞪大了眼睛，看着那辆价值千万的豪车冒着黑烟，猛地转身，一巴掌狠狠扇在陈宇的脸上。混账东西，你把发动机拉缸了！
赵大强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瘫坐在满是油污的地上。赵总，这发动机里面的纯机械断裂，电脑查不出来啊！陈宇捂着红肿的脸，吓得连连后退。3天，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李管家愤怒的咆哮声在车间里回荡，震得顶棚的灰尘都簌簌落。如果这辆车不能完好无损的交到周董手里，你们就准备好800万的赔偿金，少1分，我让你们全家去填江。李管家甩袖离去，留下满地狼藉。陈宇捂着脸看了一眼冒烟的劳斯莱斯，突然捂住肚子哀嚎起来。赵总，我肚子疼，我去上个厕所。没等赵大强反应过来，陈宇已经连滚带爬的从车间的后门溜了出，连那台昂贵的诊断仪都没有。赵大强瘫坐在地上，看着屏幕上闪烁的鲜红错误代码，急得猛扇自己耳光。不知过了多久，脸上火辣辣的痛感让他回过神，而那辆劳斯莱斯就像个黑色墓碑板停在他面前。赵大强吓了一个哆嗦，赶忙拿起手机，颤抖着翻找目录。第一个打给的是江城号称德系车第一人的老周。周哥，求你帮帮忙，周董的劳斯莱斯出了大问题，发动机抖得像筛糠。老赵，你疯了？周董的车你也敢动？那车全江城几个人碰过？我告诉你，我没那个金刚钻，你也别揽那瓷器活。电话挂了。第二个打给的是专修豪车的独立技师老钱。钱师傅，你开价多少都行，20万不30万。赵老板，不是钱的事。你知道那台幻影用的是哪一代的发动机？是宝马 N713系列的定制，里面的很多零件和市面上的都不一样，没有原厂的技术手册和专用，拆开就装不。你找别人吧。电话又挂，第3个、第4个、第5，每一个电话打出去，得到的回答都是拒绝，有的是不敢接，有的是接不了，还有2个干脆直接把手机关了机，连话都没让他说完。赵大强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发抖，他又打了一个电话，这次是找他自己的亲戚，在省城开了20年修理厂的德胜。姐夫，赵大强的声音带着哭腔，你得救我。刘德胜在那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大强，我刚才就听说你出事，你那个海归徒弟的事，整个圈子很变了。姐夫，你就说你能不能修？不能，那台车我在省城见过一次，是周董派人开过来做常规保养，本地没有人敢动那个发动机，因为一旦拆开装回去是小事，装错了出了事故，那就不只是赔钱的问题。赵大强急了，可是你听我说完。刘德胜打断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你那个叫林峰的师傅以前修过类似的车？赵大强的呼吸停了一下。其实我比你清楚他什么水平。刘德胜的声音低了下去。上次我去江城，私下找过他，想高薪挖他来省城，你猜他怎么说的？赵大强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说：“刘老板，我在这边干了8年，赵大强虽然有对不住我的地方，但他这个厂是我一砖一瓦看着建起来的，我是不会轻易离开这儿的。”电话那头传来刘德胜一声长长的叹息。大强，你是真不知道你失去的这个人值多少钱。电话挂断了，赵大强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着里面嘟嘟的忙音，像是被抽空了灵魂，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赵大强第一次觉得拉黑这2个原来可以这么重。随后他翻到第6个号码，这是隔壁省的一位老师傅，姓孙，60多岁了，在行业内辈分极高，修了一辈子豪车，前2年刚退休回了老家。电话响了很久，直到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喂。”赵大强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几乎是哭着把情况说了一遍。可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赵大强以为信号断了，连喊了几声：“孙师傅，孙师傅。”我在听，你说那辆车现在什么症状？赵大强赶紧把陈宇的操作经过和当前发动机的状态描述了一遍，添油加醋的说了很多，试图把责任推给电脑系统。孙师傅听完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赵大强彻底绝望的：“小赵啊，我实话跟你说，你的那个什么海归徒弟用电硬清故障的强行打火，10有8九是把发动机内部搞坏了，这种故障必须开缸大修。那您能来吗？多少钱都行。”孙师傅叹了口气：“不是钱的事，我今年67了，眼神不好，那种微米级的精度活我已经干不了了，而且那种发动机我虽然修过，但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现在的技术参数我早就记不全。那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老人说，找一个真正懂这台发动机的人，不是懂电的那种，是懂机械的那种。这个人不但要能修，还要敢修。江城有没有这样，你心里应该有数。电话挂断，赵大强捧着手机瘫坐在地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可不死心的他继续疯狂地拨打江城所有大师傅电话，开出10万、20万的高价钱。但当这些人听说是黑白通吃的周董座驾，故障还不小时，最后依旧没人敢接手。此时绝望如同潮水般将赵大强淹没，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翻出了那个被他拉黑了许久的号码，按下了视频通话键。视频响了很久才被接通。屏幕里，我正坐在一张破旧的折叠椅上，手里端着一盒5块钱的泡面，旁边是一台嘎吱作响的20扇。兄弟，林峰兄弟，哥哥求你了！赵大强一看到我的脸，眼泪鼻涕瞬间流了下来，他把镜头
头对准了身后那辆惨不忍睹劳斯莱斯。这故障码到底怎么清？发动机里面到底碎了什么？你教教我，只要你开口，我立刻给你转10万块钱红包。我吸了一口泡面，慢条斯理的嚼着，冷冷的看着屏幕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板。赵总，你不是说现在的车都是电脑检测吗？你那海归高材生呢？你那几百万的德国设备呢？我将泡面盒放在一旁，凑近了屏幕。电脑能检测病根，但拿捏火候的手感，你那电脑里有吗？赵大强急得直磕头。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林峰，看在咱们8年情分的份上，你拉哥哥一把吧。我冷笑出声：8年情分，你扣我工资，毁我工具，在全行业封杀我的时候，想过8年情分吗？我伸手按向挂断键，求我也没用，你的信用在我这儿已经报废了。视频通话被我无情切断，屏幕瞬间变飞。赵大强仿佛被抽空所有力气，瘫软在劳斯莱斯的轮胎旁，但他不想死，更不想破产。半个小时后，赵大强连滚带爬地冲到了我修理门前，手里死死抱着2瓶飞天茅台和几条耙子。他一改往日那副高高在上的老板做法，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林师傅，林祖宗，我赵大强不是人，我猪狗不如。他一边哀嚎，一边左右开弓，狠狠扇着自己的耳光。清脆的巴掌声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我手里拿着一块砂纸，正在打磨一个生锈的耙，连眼皮都没抬起。林峰，你老婆马上就要生了，正是用钱的时候，只要你跟我回去把那台车修好，我马上把欠你的工资和押金全退给你，我还额外给你30万。赵大强西行着向我靠近，试图用钱来砸开我的防线。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站起身，一脚将他放在地上的茅台酒踢出外，玻璃瓶碎裂，昂贵的酒液混着泥土。赵大强，你以为钱能买回一切吗？我师傅留给我的那把扳手，你赔得起吗？我的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大强见软的不行，眼底闪过一丝戾气，猛地站起来，想要去抓我衣领。就在这时，一阵低沉而充满压迫感的轰鸣声由远近，2辆黑色的路虎卫士开道，中间护卫着一辆加长版迈巴赫，稳稳地停在了我货仓门前。车门打开，2排穿着黑西装的保镖迅速验，首富周董的私人管家李叔整理了一下领带，神色恭敬地走进了这间连招牌都没有的后。赵大强身在半空的手僵住，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管家，结结巴巴地说：“李管家，您怎么来这种脏地方了？”李管家连看都没看他，径直走到我面前，微微欠身：“林师傅，久仰大名，李总向我们周董极力推荐了您，说整个江城只有您能治好那台劳斯莱斯的心脏病，只要您愿意出手，条件随便开。”李管家的话音刚落，赵大强的脸色瞬间惨白日。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曾经被陈宇忽悠，指着鼻子骂我的老客户李总，在发现陈宇修的车险些让他车毁人亡后，不仅彻底看清了大强汽修的骗局，还把我推荐给江城首富。我拿起一块抹布，慢条斯理地擦去手上的机油。李管家客气了，修车是我的本分，但我这个人有个规矩，心情不好的时候拿不稳工具。我眼皮微抬，目光如刀般扫向一旁抖若筛糠的赵大强。李管家在上海沉浮多年，立刻心领会。他转过头，眼神冰冷地盯着赵大强。赵老板，看来是你惹林师傅不高兴了。如果今天林师傅不肯出山，你那800万的赔偿金，我明天就会派律师去你家里拿。赵大强彻底崩溃了，他双膝一软，再次重重地跪在地上。这一次，他没有了任何侥幸心理，额头狠狠地磕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砸出血丝。林峰，不，林野，我错了，我不该过河拆桥，不该纵容陈宇毁你东西。他哆嗦着掏出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之前扣押我的10万块押金连本带利转到了我账户。这是欠您的钱，我加倍还，求您高抬贵手，给我条活路吧。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到账提示，冷哼一声，将抹布扔在桌上。走吧，去看看那台被高科技弄残的豪车。我坐上了迈巴赫的后座，赵大强则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开着他的破面包车跟在后面。回到大强汽修厂，全厂的员工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震惊地看着我被保镖簇拥着从 VIP 车间。我没有换工作服，也没有看一眼那台被陈宇奉为神明的德国车，我直接走到劳斯莱斯车前，拿出一根最普通不过的金属钉棒，闭上眼睛，将一端抵在发动机缸体的特定位置，另一端贴在耳边，转动曲轴，不要打火。我淡淡的吩咐。赵大强赶紧连滚带爬的钻进驾驶，按照我的指示操作。随着轻微的机械摩擦声传来，我只听了10秒钟便睁开了眼。第3缸气门弹簧断裂，连杆轴瓦严重磨损。那个姓陈的蠢货强行用电脑轻马打火，导致断裂的弹簧碎片掉进气缸，彻底拉缸了。我手起听诊杆，语气平静的像是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全场鸦雀无声。李管家立刻拨通了劳斯莱斯原厂工程师的视频电话，将我的诊断结果复述了。视频那头的德国专家在查看了内窥镜传回的初步影像后，震惊的连连
惊。上帝，这位师傅是拥有透视眼吗？他的判断分毫不差。李管家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那是对真正顶级手艺人的敬畏。他转身狠狠一脚踹在赵大强。听见了吗？这就是你吹嘘的高科技干的好事儿。我没有理会赵大强的惨笑，转身对李管家说：“这台发动机想救活，必须开缸大修。原厂件调货，估计没有半年是来不了的。如果周董等不及，我可以手工车销受损的精密部件，但需要用厂里那台数控机床。没问题，从现在起，这个厂子由您全权接管。”李管家大手一挥。接下来的10个小时，我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8年大师傅。我没有看任何图纸，所有的参数和公差都刻在我的脑。赵大强被迫换上学徒的脏衣服，像个奴才一样给我端茶倒水递送扳手。只要他动作慢了1秒，我便冷冷看他，他吓得浑身发抖，火花四溅肘。一块普通的合金钢锭在我的手中逐渐变成了精度达到微米级的气门部件，组装、校对、封钢。当最后一条螺丝被我用那把带有划痕的扭力扳手精准锁死，我拍了拍手，打火。李管家亲自坐进驾驶室，颤抖着按下了启动键。轰 ！V12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平顺而充满力量的咆哮，没有一丝杂音，甚至比出厂时还要完美。李管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掏出支票本，刷刷写下100万的数递给林师傅。神乎其技，从今天起，周董名下所有公司的车队维保全部交给您负责。1个月后，江城最繁华的汽车商圈中心，一家名为林氏汽修的大型维修中心盛大开业。首付周董的资金注入，加上我多年的技术储备，让这家店在开业第1天就门庭若市。门外停满了迈巴赫、保时捷、劳斯莱斯，那些曾经被赵大强忽悠走的老客户纷纷带着重礼回来给我捧场。李总拉着我的手，满脸愧疚的连连道歉。而此时的大强汽修厂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赵大强虽然免于被沉江的命运，但为了赔偿劳斯莱斯巨额的折旧费和精神损失费，他被迫变卖了所有的房产和设备。因为名声彻底臭了，厂子根本无人接手，最终被法院强制查封。他的老婆在得知他破产后，连夜卷走了家里仅剩的现金，跟他离了婚。至于那个满嘴底层逻辑的海归陈宇，被全行业封杀后，背着几10万的网贷，灰溜溜的跑去南方的一家电子厂打螺丝。傍晚时分，夕阳将街道染成金黄。我送走最后一位客人，脱下崭新的工作服，站在店门口点燃了一根烟。老婆抱着刚满月的女儿，站在透明的落地窗内，温柔地看着。这时，一个衣衫褴褛、头发像杂草一样的男，拖着一个装满塑料瓶的编织袋，一瘸一拐地路过我的店门。是赵大强。他听到店里传来的欢声笑语，下意识地转。当他看到站在豪车中间意气风发的我时，浑身猛一颤，手里的编织袋掉在了地上。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愤、嫉和深深的。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喊一句林峰兄弟，但干瘪的喉咙里只发出了几声难听的嘶哑声。最终，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距离我10米远的垃圾，颤抖着举起那个破碗，似乎想要讨一口饭吃。我弹了弹烟灰，居高临下的看着赵老板，你当初说现在的车都是电脑检测，没我这老师傅，地球照样转。我吐出一口烟圈，声音在晚风中显得格外清晰。那你那台几百万的高科技电脑有没有检测出你今天会跪在这里要饭？